问怪猎世界最难的怪是谁？那肯定是黑龙啊，还用问？我觉得王弼也很难，伤害太逆天了。黄金奖杯也不好对付啊，不是不行。哎，结果出来了，获胜者是啥？岩贼龙？你妈退钱！大家好，我是被 TGA 年度游戏给整懵的毒魂。今天我们来聊聊怪猎世界的精神平头哥，瘴气之骨灵活的狗，恐怖的猎伤制造者，恐暴龙的赤红大剑，自带闪光护目镜的炫鸟克星残爪龙。依照惯例，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分类位置。据树状图，残爪龙属于四脚亚目的七爪龙上科，和槟榔龙、壁毒龙、飞雷龙具有一定亲缘关系。同属中还有其亚种凶爪龙。而根据舒适队资料卡，残爪龙的正式学名为 Odogalon， 其中后半部分 Galon 意为牙狼。这个词常看日式奇幻作品的小伙伴应该不陌生，例如布莱泽奥特曼中的阿斯加龙，其日文名阿斯加龙后半部分也是该词，其形象也正是一只机械巨狼。而该学名的前半部分 Odo， 我则查到了两种说法，一说是源自古希腊语的 Odous， 意为獠牙，指代残爪龙那弯曲的犬齿；第二种说法则认为是源自英文的 odor， 也就是气味的意思，暗示残爪龙那出众的嗅觉。总之还是没能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哎，片假名稳定发挥。不过我个人还是更倾向于第一种说法。据设定集所写，一般个体的残爪龙体长约为 13.89 米，高度约为 4.24 米，而游戏中大型体型的残爪龙则能长到 17.36 米。将其与12米长的公交车进行对比，就能看出，以残爪龙的体型，再加上游戏中几乎变态的爆发力和灵活度，它绝对能轻易的掀翻面前的这辆公交车。就如其学名里的牙狼一样，不少小伙伴都反映说，第一眼看到残爪龙时，觉得它的外观像是一匹扒了皮的狼。这种颇有生化危机味道的外形设计，的确是非常契合瘴气之谷这一毒气弥漫、骸骨如林、尸堆如山的地图风格。而我个人在看到残爪龙后，第一时间并没有往犬科动物的方向去想。残爪龙的头部长而宽，尤其吻部末端也十分宽大，并且头顶平整，没有龙额，也不长有外耳，这些特征都和犬科动物的头部形态有着明显区别。倒是让我想起了一种生存于2点纪时期的掠食动物——狼蜥兽。看过英剧《远古入侵》的小伙伴，相信不会对这种动物感到陌生。尤其剧中为了增加狼蜥兽的怪物感，还在其脖颈上方加上了大量的角质凸起。这么一对比，是不是和残爪龙的造型颇有几分相似呢？这个时候，相信弹幕里已经有小伙伴在问了，它不是叫利齿兽吗？对此，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利齿兽的定义。利齿兽一词是个泛称，既可以精确的指代利齿兽属，也可以广泛的指代整个利齿兽亚目。而狼蜥兽则正是利齿兽亚目中体型最大，也最具知名度的物种。因此，但凡各位小伙伴在影视作品中看到体型巨大的利齿兽类形象，不用怀疑，那八成就是狼蜥兽了。毕竟利齿兽属本尊的体型只有这么点大，实在很难被当作怪兽来演绎。至于其他利齿兽亚目的成员，又属实没啥名气。当然，这里还是需要强调一下，在官方公布残爪龙的具体设计原型之前，一切都只能说是猜测。说残爪龙长得像狼蜥兽，也只是我的个人看法而已。相信不少小伙伴都曾有过这样的疑问：诸如利齿兽类、盘龙类这样的早期核工纲，究竟和当时的爬行动物有何区别？对此，关于骨骼形态方面的区别，我们就不细说了。其中一个显著特征便是牙齿形态上的分化。观察狼蜥兽的头骨，我们便能看到它们的犬齿已经特化成了修长的剑齿，能够狠狠刺穿猎物。而特化的犬齿也将在之后的2亿多年里，成为无数食肉兽的究极必杀武器。通过观察残爪龙的牙齿形态，我们也能看到，它们的犬齿相较其他牙齿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分化，上下犬齿长而弯曲，同时它们上下和外侧的4颗门齿也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致使残爪龙合上嘴部时外露的牙齿显得无比狰狞。说来奇怪，如果残爪龙演化出硕大的犬齿是为了方便穿刺猎物，那这个弯曲弧度显然是有点偏大了。或许残爪龙的门齿和犬齿形态更多的是用于控制而非穿刺。与此同时，或许是因为建模精度的问题，导致我们在游戏中看到残爪龙的臼齿貌似就是形状单一的三角形短块锥齿，但是在设定集给出的例会上，我们却能看到残爪龙的臼齿上明显长有边缘锋利的刺尖，十分接近当代食肉目动物的裂齿形态。由此可见，残爪龙的牙齿分化几乎已经和当代食肉目动物一般先进。不同的牙齿形态可以处理各种各样的食物。说完头部，接着我们来看看残爪龙的尾部，这个又粗又长的大尾巴倒确实有点狼尾的感觉。不过和狼尾那靠毛发水体积的尾巴不同，残爪龙的尾巴上不仅遍布肌肉，并且外侧还长有大量的白色凸起。据设定集所写，这些凸起实际是角质化的硬质皮层，并提到由于这些角质皮层不连接神经，因此被打坏了也不会让残爪龙感到疼痛，甚至被破坏过后还能再生。这么一条结实耐用的尾巴不用于战斗岂不可惜？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游戏中残爪龙会把这一尾巴当狼牙棒使，用它狠狠抽打敌人，尤其是那霸气的后跳扫尾，简直帅破天际。说完了头和尾，接着我们来看看残爪龙的躯干四肢。在这方面，残爪龙倒是颇有一番
猫科动物的风采。首先可以看到，残爪龙长有高耸的肩部和肌肉发达的四肢，看着极富力量感。这样的四肢搭配利爪，致使残爪龙在战斗中经常会使用前肢攻击，甚至还能轻松攀爬陆上或台地的藤蔓。这一点和部分猫科动物非常相似。就拿我们最熟悉的虎来说，它们的前肢肌肉同样十分发达，在捕猎时除了使用嘴咬外，前爪也会参与控制猎物，而攀爬能力同样也是不少猫科动物的拿手好戏。相比之下，以灰狼、非洲野犬为代表的大型犬科动物，四肢则大多更加修长，它们在捕猎时往往直接上嘴撕咬，而不会使用前肢参与猎杀。与此同时，残爪龙在行走时经常会半俯下身子悄然行动，这一点也酷似猫科动物准备伏击猎物的姿态。而在奔跑时，残爪龙这一四肢前后交替、大幅迈步的跑姿，以及起伏明显的腰部活动，也和猫科动物的奔跑姿势十分接近。这里我们对比一下老虎奔跑时的样子。既然提到了残爪龙的四肢，那么自然得重点说一下它们的爪子。残爪龙这一奇特无比的直爪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可谓结合了猫科和犬科双方的优点。在论述这一点之前，我们需要先粗略了解一下双方在捕猎行为上的差异。就如我们前面所说，猫科动物的前肢更加强壮，在捕猎时前肢也能起到不小的控制作用。正因如此，猫科动物在行走时往往会将爪子收进肉垫中，以防止磨损，保障爪子的锐利度，同时也能减小它们行走时发出的噪音。但由于耐力较差，且奔跑时爪子不接触地面，致使抓地力弱，更易打滑，导致它们长距离追逐猎物的能力十分有限。因此，猫科动物往往都是选择隐蔽速杀流，它们需要借助环境伏击猎物，随后冲上去迅速击杀。一旦伏击失败，就难以继续追杀猎物。而具有修长四肢和更好耐力的犬科动物，则更擅长在开阔环境下长距离追逐猎物。同时，为了防止奔跑时打滑，它们的爪子会直接参与抓地，长期磨损也导致犬科动物的爪子往往要比猫科动物更加圆钝，杀伤力更弱。再加上前肢不如猫科动物强壮，因此它们捕猎时都会选择直接上嘴。而这其中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外，那便是大名鼎鼎的猎豹。为了提升奔跑速度和追逐能力，猎豹一时演化出了纤细的身体和修长的四肢。而为了防止奔跑时打滑，猎豹也和犬科动物一样，会在奔跑时伸出爪子以增大抓地力，这样自然也让猎豹的爪子磨损严重，完全不如其他猫科动物锋利。与此同时，为了提高呼吸效率，维持高强度冲刺，猎豹还将自己的鼻腔给扩大，以至于挤占了头骨大量的空间，导致猎豹的嘴巴和牙齿都演化得更小，杀伤力锐减。这样一番身体改造，虽然让猎豹具有了无与伦比的速度，但也让它同时失去了强壮的四肢身躯、锋利的爪子和强大的撕咬能力，致使猎豹在草原上成为了人人欺负的受气包，经常被猎狗、狮子等动物抢夺猎物。了解了这些后，再看残爪龙的执爪，我们就能发现它采用了一个几乎天才的方式来对双方进行取经去破，真正做到了鱼和熊掌，我全都要。乍看残爪龙的前爪，我们可能会误以为它长有10指10爪，分别是下方6指、上方4指。但通过设定集的指爪结构图，我们可以看到，残爪龙前爪上方的4根指爪其实是从指关节延伸出去的。个人猜测可能是一种特殊的骨质增生，因此只有下方的6爪是真正的爪子。也就是说，残爪龙实际长有6根手指，6根手指的末端均长有一根锯齿状的利爪，而中间4根手指的指关节上还额外长有4根关节爪。在行走时，残爪龙会将真正的6根爪子向斜上方翘起，以保障不接触地面，避免磨损。这个保养方式倒也颇有一番驰龙科的味道。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残爪龙的脚爪下方也长有类似肉垫的结构，因此它们亦能像猫科动物那样在行走时减少噪音。在观察残爪龙野生行为时，我就发现，相较于巨大的体型，其脚步声可谓非常清脆。而当残爪龙奔跑时，它们的位于指关节上的爪子便能起到增加抓地力的作用，以防止打滑，同时又不会影响到那6根战斗时需要的爪子的锋利度，可以说是两全其美。如此奇妙的生理构造，谁看了不得直呼一声天才？而当残爪龙需要时，它们那平时一直收着的利爪便会尽数亮出。通过设定即可见，残爪龙的爪子不仅粗长锐利，并且还长有2排锋利的锯齿。如此骇人的利爪，也难怪我们被挠到后会进入猎伤状态了。凭借肌肉发达的四肢和锋利的指爪，残爪龙不仅能直接挥舞前肢攻击我们，甚至还能像这样扒在墙上瞬间跃下突袭我们。不得不说，这个情节让我觉得有些似曾相识。总而言之，无论是宽大的颌骨、多功能的牙齿、强壮的四肢，还是锋利无比的刃爪，都无疑使残爪龙成为了一个兼具力量和敏捷的凶残怪物。如此强悍的身体硬件，相信大家一定会觉得残爪龙是个积极的捕食者。设定集上也表示，哪怕比残爪龙更为强大的肉食怪物，也会成为残爪龙的捕食对象。不过，实际在游戏中，虽然残爪龙确实经常和其他怪物爆发冲突，但是在食物的选择上，它们也十分倾向于食腐。我们知道，在瘴气之谷中堆积着大量动物的尸骸，其中有不少是从陆上或台地跌落下来的，如童话般梦幻的陆上或台地，下方居然就是如地府般污浊阴森的瘴气之谷，真是颇有一股天堂与地狱一线之隔的感觉。在
观察野生残爪龙时，便经常能够看到它们去尸堆中叼起一块肉，随后就这样叼着肉在地图中一直溜达，半天也不舍得吃。据设定集所写，这是因为残爪龙的体质含量过少，这样虽然保障了它们敏捷的身手，但也迫使它们需要经常补充能量，这便是它们口中时常叼着肉块的原因。同时，设定集还补充说，当残爪龙在捕食尸肉后，体表会迅速泛红，口中会冒出大量像蒸汽一样的白雾。有说法称，这是因为残爪龙在空腹时吃肉会让自身的代谢剧烈活化，从而使体温急剧上升，致使生理机能提高，更具攻击性。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这种机能上升不过是因为残爪龙吃到了喜欢的东西，从而身心愉悦罢了。在瘴气之谷，除了大批早已腐烂的尸体外，偶尔还能看到一两具相对新鲜的风飘龙尸体。当残爪龙发现这些尸体时，便会死死咬住并拖拽它们，随后通过一个岩壁上的密道将风飘龙给拖回巢穴之中。这便是为什么我们能在残爪龙的巢穴中看到大量堆积的尸骸，都是像这样被残爪龙给拖过来的。或许正是因为长期拖拽尸体的缘故，让残爪龙演化出了一条又粗又长且肌肉发达的颈部，让我不禁想起了著名的斑鬣狗。粗长有力的颈部让斑鬣狗能够在咬住猎物后极其暴力的撕扯皮肉，从而成为了非洲大草原上无数食草动物的噩梦。而对于残爪龙来说，粗长有力的脖子除了更方便它们拖拽尸体，同时也有助于更迅速的用嘴撕咬到远处的敌人。此外，设定集还特别提到，残爪龙并不满足于在瘴气之谷干等，它们也时常会来到陆上或台地中寻找猎物，这便是为什么我们也能在陆上或台地见到残爪龙的原因。顺带一提，令人迷惑的是，设定集居然称有人将残爪龙存在巢穴中的肉视为一种美味，有些美食家非常热衷于这些食材啊，这口味也未免太重了点吧。而长期生活在瘴气之谷这样的地方，自然也对残爪龙的感官造成了一定影响。据设定集所写，为了抵御瘴气的侵蚀，没有眼睑的残爪龙将眼角膜演化到厚且坚韧。这个设定现实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例如同样没有眼睑的蛇类，在它们眼睛上方便着一层透明的鳞片作为防护。据考证，这是它们的祖先为了适应地下生活，出于防止尘土进入眼睛或尖锐物体划伤眼睛的需要而演化出的构造。说回残爪龙，这些硬化的眼角膜同时也让它们的视力变得很差。不过也正因如此，才让残爪龙对闪光弹自带免疫，被血鸟闪到的它们不仅能迅速恢复状态，有时还能立马反咬血鸟一口。低下的视力再搭配瘴气之谷本就幽暗的环境，残爪龙自然不能指望眼睛来捕猎。为了弥补视力上的缺陷，它们演化出了极为灵敏的嗅觉，能够快速定位尸体的位置。而那些被残爪龙用利爪撕裂导致流血的猎物，它们也能通过血腥味定位追踪。这或许有为残爪龙演化出长脖子提供了第二种解释，那便是它们需要和犬科动物一样低下头嗅地上的遗留气味。此外，虽然设定集没有明说，但是既然残爪龙的嗅觉灵敏，那么说明它的鼻腔应该比较大，再加上全身没有毛发，想必它的散热能力和耐力也都是不错的，为其本就强悍的实力又添一笔。作为一名喜欢动物的玩家，在含龙量爆表的世界中见识了大量龙类生物的我，在第一次见到残爪龙时，着实是眼前一亮。不同于传统龙族，残爪龙的外观可谓既像龙又像兽，既在颈部、背部和尾部长有大量形似鳞片的结构，又有着和猫科动物一般强壮且灵活的四肢，颇有一股早期合工纲那般龙兽结合的美。再加上遍布全身的结实肌肉和四肢末端锋利的刃爪，以及灵活的身手和帅气的出招，无疑为我们展现出了一种完美兼具力量和敏捷的掠食动物。而在生态设计上，残爪龙也是很好的体现了瘴气之谷特殊环境对生物的影响，无论是退化视力、增强嗅觉，还是洗食尸体和储藏尸体的习性，都为我们生动演绎了生物在极端环境下的改变。所以综上所述，尽管新手时期的我没少被残爪龙那疯狗般的攻击欲望给整红温，特别是玩大锤的时候经常在蓄力途中被打断施法，但我依然觉得它是我在世界中最喜欢的亚龙种怪物，没有之一。